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안녕하세요。马场洞的地方啊，最高等级的寒流在这边。哦，有重哎！它是这个就是最珍贵的虾肉。哇，这个有一只鸡，好吃到翻桌了。韩国算命，韩国叫做무당。무당自由的旅行者来到第2季嘛，金钟奖，我们有没有机会？我超吓到哎！现在来到这个叫牡丹市集，这也太热情了吧！一个人1万韩币。啊，吃到饱啦！啊，吃到饱，一人1披萨。他说，兔兔给我们特别的部位，不可以这样。哇，这是特别的部位啊！你把我带来这个地方，这个社区，干嘛？你想要干嘛？我本来想要算命啊，你要算命？韩国算命有一点神奇。神，你会用神奇来讲？因为他是不是看书？他是要跟一些阿嬷沟通，告诉他，有点像巫师那种。巫师那种，然后韩国叫做무당。무당。话说，不只是台湾人爱算命，韩国人也很喜欢。不管是综艺节目、电影或是电视剧，甚至年轻人聚集的东大门、大学路等等，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算命摊。这次米蕾要带我体验的是源自于韩国古代的民间信仰的巫堂。只是这里怎么看都像是住宅区，确定是这里吗？我们进去那个房子。 안녕하세요。 房间有点 안녕하세요. 네, 앉으시면 돼요. 네. 와, 편하게 앞바다리 하고 앉으시면 돼요. 他可以轻松一，轻松一点，中轻松做。你怕了？我现在有点紧张，有点兴奋。没有，我觉得很不一样，跟在台湾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그러면 이거 약간 설명을 들을 수 있을까요? 아, 뭐 뒤에 그림 같은 경우는 신령님들 탱화라고 하는 신령님들 그림이고요. 그리고 앞에 있는 저렇게 약간 인형처럼 되어 있는 거는 신령님들 원불이에요. 원불이라고 하는 무슨 신령님들을 모시는 형태라고 생각하시면 되고, 뭐 작두도 있고, 뭐 저렇게 왼쪽에 항아리는 불사할머니 이렇게 단지라고 하는 항아리고, 그래서 다 하나하나 그냥 꾸밈 요소가 아니라 신령님들을 모시는 형태라고 생각하시면 돼요. 这些全部都是他拜拜的神们。 所谓的巫堂，是指拥有特殊能力的老师，扮演凡人与神灵祖先之间的桥梁，能通灵与降神，就连卜卦的方式都和台湾的很不一样。那我们需要给什么资讯？ 이름이랑 그리고 몇 년생인지만 알면 돼요. 오우요. 오우유? 生日1993，农历还国历的？ 생일 안 봐요. 저는 얼굴이랑 이름, 나이만 봐요. 哦，他不看生日。他说不看生日，他只会看你的年纪跟脸。 궁금하신 거 있으실까요? 要问一下跟节目相关，因为我们这个自由的旅行者来到第2季嘛，然后明年是第一次可以就是报名那个金钟奖，我们有没有机会？ 자유의 여행자라고 네. 제가 프로그램 찍고 있는데 이번이 시즌 2예요. 그렇게 하고 있는데 혹시 뭐 상을 받게 되거나 이 친구가 이제 메인으로 프로그램 하고 있거든요. MC로? 저는 이제 시즌 2만 하는 거고. 要给他看 logo 吗？ 두 개만 골라볼까요? 你选2个。选2个，一次选。 땡기지 말고 찹찹. 这样。这样。好紧张。对啊，这种时刻就是最紧张的。
기회로서 들어오는 거는 나쁘지는 않지만 자기 손을 거치지 않는 부분에서 자기의 평판이 깎아내려지는 일이 생길 거다. 그러니까 그런 거를 많이 조심해야 된다 그래요. 그러니까 지금 구설수랑 이별수 같은 경우는 그러니까 사람을 너무 믿어서 생기는 잘못된 부분들 때문에 본인한테 들어오는 기회들을 다 버릴 수가 있으니까 그런 거를 조금 많이 조심해야지 본인한테 들어오는 온전한 문서의 온기라든지 그런 금전의 온기를 잘 받을 수 있다고 말씀해 주세요. 그럼 프로그램 자체는 나쁘지는 않아요. 그냥 좋게 풀린다라고는 하는데 본인 손을 거치지 않고 계속 프로그램 자체는 나쁘진 않아요. 나쁘지는 않은데, 그러니까 그런 들어오는 기회가 좋게 들어오는데 계속 중간에 안 좋은 일들이 결쳐지면서 그런 게 계속 더 안 떨어질까봐 운들이. 그래서 계속 조심해라 얘기가 나오는 것 같아요. 他说节目是很不错，可是你要自己可能会太累，或者是对，就是要照顾自己，因为反正节目是还不错的，所以有机会，有机会。 OK， 你照顾自己就好，照顾自己就好。好， 그럼 现在就是换蜜列。 그리고 지금 안 좋은 게 지나간 지 얼마 되지 않은 시점이기 때문에, 그러니까 3대가 작년에 나갔어요. 3대가 작년에 나간 시점이기 때문에 지금은 진짜 딱 기회가 생기고 시작을 하게 되고 뭔가 새로운 거를 앞으로 9년 동안의 온기가 터지는 시점이었어요. 그래서 그런 기회가 많이 들어오는 거고, 내년으로 넘어가면서는 본인한테는 재수, 금전의 재수라든지 문서의 재수가 굉장히 많이 들어올 거예요. 그래서 사람으로서 생각하는, 그러니까 인간관계보다는 본인의 일이라든지 성과라든지 성취 같은 거에 대해서 더 많이 생각하게 될 거고, 지금 다른 공수보다는 본인 돈 많이 벌 거야. 不好的运，不好的运，就是去年已经过去了，然后明年就开始赚大钱。哦，恭喜！不错。 감사합니다. 이个笑的。 如果你问我准不准，我会说 We will see。但不管如何，能体验到韩国道地的算命文化，这绝对是很特别的机会。这就跟等等要带大家去的传统市场是一样的概念，必须选对日子才逛得到哦。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东西你应该平常不会来，平常我会来啦。你会来这种地方？对啊，无真的假的乐场，因为元州也有无乐场，哦，真的哦。有一些大都市首尔跟釜山之外的地方，全部都有。我现在来到这个叫牡丹市集啊，它其实是每个月的4号跟9号，有4有9它就会开，就是所以是5天一次。5天后，你在这边可以买到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边都会有。 位于京畿道城南市的牡丹市场是全韩国最大的民俗五日市场，来这走一圈，绝对让你大饱口福。年糕，烤年糕。你要吃看吗？我很想吃这个烤玉米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我想要吃这个玉米，我想要一只玉米。对。 하나만 주세요. 지금 먹게. 他说啊，只买1只哦。 옥수수 하나. 그럼 이 떡을 2개 넣어가지고 5,000원 해. 这样多少钱？ 5,000원. 5,000원. 5000块。 응. 요 유튜브에 나오면 烫。 好吃的，它这个玉米其实很好就下来了，马西手有。 와, 不脆。 엄마가 야. 아, 这是什么东西啊？ 우리 한국에는 수농점 대표 볼 때 이거 먹. 好了，这么热情。 5,000원. 我们要包很多哎，你认真吗？ 하나 팔아줘. 他这么热情，我觉得还是要买啊。多少钱啊？ 얼마예요? 5,000원. 자, 엿 먹어. 가만 있어. 자, 엿 먹어. 나래요. 그럼 오케이 따고. 好粘牙哦。好好玩哦。这卖人参的。 这是什么？ 이런 거 먹는 거예요? 먹는 거지. 전방에서 딴 거. 뽕나무 상황.
자연산 그리고 저놈이 天然的不。是，老板的声音很帅。 미국 FTA 식약청에도美国 FDA 都可以通过的。 이걸 잡치면 첫째 암 걱정을 끊고 네. 간도 좋아지고 혈압 당로 对，感觉 면역력 염증 삼장 치료하는 장소는 비결이 이거야. 여러분들 놀라지 말고 빨리빨리 이걸 갖다 잡치고 집안 장소고 대한민국 땅잘 지켜주고 쎄쎄 谢谢。谢谢。对哇， 不是，老板现在在忙什么？他到处抓一大把一大把。来来来， 피지 우와 뭐예요? 초콜릿? 초코 과자요? 너 큰 걸로 줄까? 哎，没有不给我哎。哎， 에? 초콜릿. 감사합니다. 야 초콜릿 하나 주고 예, 太热情了吧！来喂他吃。 이제 엿 이거. 이빨 끓냐? 사장님 떡. 아 먹지 몰라요. 떡. 한국 사람이 잘 많잖아. 마셔보세요. 응? 마셔봐. 한국 사람이야. 맞아요. 이렇게 말을 잘하지. 老板好受气哦！你看，像我们现在吃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马铃薯。马铃薯，这个它像用水晶饺的外皮，它里面包的是马铃薯。可是张本道都是很多马铃薯，所以常常吃这个啊，就是很熟悉的味道。很妙的味道。真的哦。 안녕하세요. 와,年糕自由了。 이거는 지금 이제 추수하잖아. 这是什么？ 쌀을. 芝麻糕。 그래서 쌀 지금 먹으면 최고 맛있는. 啊，你知道这个我们搬家的时候会给邻居送。搬家？我们搬家的时候，如果搬到新的地方，给邻居送。送给邻居的礼物。对，이거 하나는 얼마예요? 하나는 3,000원이고 2개 하면 5,000원. 嘛，1块就好，1块就好。 하나만 할게요. 3,000원. 그렇지 와. 야, 맛있어. 这很 Q， 它蛮扎实的口感哎。其实没有甜，有点像货柜。맛있어. 你说这个叫什么？其实懂。就是它口感是好的，味道是很天然的。我觉得光这样吃那种健康的东西，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说实在，我认真讲哦。对这种米，老板，老板， 영어를 꼭 보내드릴게. 12월 말. 我跟你说，这里的老板都是大艺人，买不买没有关系，客人到先喂食一轮再说，热情的指数直接给你拉好拉满。早期啊，交通比较不方便的时候，他们要采买要跑很远的地方，那他们就找到这个方式，可以让对5天一次，对5天一次，一区一区的。那这些摊贩呢，其实明天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摆摊，对，有点像那个夜市的感觉了。夜市的感觉。这个是什么？ 와 이거는 뭐예요? 칡. 那这个呢？ 이거는 那个汁，它的汁。那我们买3杯，一杯是2000的话，大概40几块，很像就人参的味道，很浓的人参味。 皮肤疲劳，你有疲劳吗？恢复疲劳。 몰라. 와. 뭐 하는 거야? 对。它下去是甜的，然后不是因为我们人的舌头苦味是在舌根，所以你到后面的是甜，然后就会变苦，然后就会回甘，然后就是一个人参味全部炸出来了。我的比苦菜还苦一点。真的吗？对。 这种喝起来口干的东西，称为葛根汁，是韩国人常喝的养生饮品。而且在牡丹市场，不仅让你吃得很健康，如果你是肉食大胃王的话，这区绝对必推。哦，这个场面有点壮观。네. 와. 这个是哪个部位啊？ 이거 어느 부위예요, 이거는? 도래창 그래가지고 돼지 곱창 감싸고 있는 부위 쭈야오. 猪腰肉啊，这个老板很酷哎！我可以下班了。对，你可以不用翻译了。 아 여기는 어떻게 주문하는 거예요? 1인당 10,000원. 1인당 10,000원. 안주는 공짜 들어가고 소주나 음료수 팩1. 啊，他说一个人1万韩币，一个人1万韩币。然后你要点酒或者是饮料。哦， 수주 봐. 수주 봐.
他讲中文吗？我现在在翻。 수추와 吃醋啊！ 무한 위치 啊，吃到饱啦！啊，吃到饱。 아 진짜요? 무한 리필? 안주 안주로 随便配酒，随便我们点，吃到饱，对，因为喝很多酒，所以它其实不会胀。少酒。少酒，而且现在还早上9点45，隔壁的大叔已经开始了。一人一瓶。哇，老板娘可以吗？可以。这款铁板猪杂吃到饱可以说是猪杂尝鲜的天花板，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部位，这里都找得到。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部位耶。我刚远远看以为是什么章鱼，很像章鱼啊。对，它那个有点那个吸盘有没有？而且在这边很疗愈哦，因为你可以一直听到那个吱吱吱吱的声音。 맛있는 걸로 많이 주세요. 아니요 특별한 거 드릴게요. 他给我们要特别的。 네. 그리고 와, 뭐 먼저 먹어야 돼요? 복. 응? 요거. 이건 아가씨 복인데 精华部分吗？ 내가 지금 싹스 하나 잘랐어. 요건가 11월 수가 있었기 好像在 때문에 讲什么悄悄话。 잘랐어요? 11을 못 붙이거든. 왜요? 그건 아직 모르지. 요건가 옆에서 괜히 12 붙인 게 있잖아. 그래서 내가 싹을 잘랐어. 12 안 붙이고. 그다음에 남자. 这是给你的。이거 그건가? 잘 보면 이게 제가 팔딱 폈죠. 它就是很像花花一样。一样花。 뻥 터졌다는 얘기는 그 중에 하나예요. 내 사업이 뻥 터지든지 啊，他说就是给我们一些特别的部位，然后不可以讲大声一点，所以不可以讲。哇，这是特别的部位啊！而且因为他看，因为他看起来是那样花花开花的样子，所以就是大发的意思。 개인적으로 看上面啊，哎，这个很香哎， 그래. 哦，这味道好不错哦。 他说是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是香又咸味，可是越咬越觉得有一点炸鸡味。哎，真的很便宜耶，一个人1万。哎，猪皮好吃，这边可以，这边可以。猪皮很好吃，因为有些人可能猪皮会喜欢吃那种炸的金黄酥脆那种，但这个的话是软的那种。哎，猪皮我觉得不错。 이거는 뭐예요, 이거? 요거. 찌라. 哦，脾脏， 아, 비장. 哎，猪的脾脏我还没有吃过哎。 네. 이거 가기 전에 철분을 걸러줘요. 그러니까 철분 함량이 잠깐만. 화학기호 Fe 이게 높다 보니까 哦， 味道很重。味道很重。真的吗？我不喜欢吃干，所以它会有那个有一个，不会啊。因为我不喜欢吃干啊。啊，就是干的味对，道。干的味道，猪杂让你觉得你的印象直接翻转，是吧？很喜欢哎。五花肉很贵啊，五花肉就是1万3、4这样啊。喜欢内脏的人，我觉得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嘛。因为它只是这个1万人一个人。 只要台币200多，无限猪杂吃到饱，哎，太夸张了吧！这里绝对是内脏控的天堂，尤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更是当地人的私藏名单。而且韩国人不止吃肉吃出名堂，这款国民饮品的好酒伴正掀起传统酒的热潮。 那我们先来到这个首尔的圣水洞，现在是很多年轻人来买衣服、逛街的地方。对，逛街的地方。哦，但是我们今天来不是要来逛街，算是韩国人一定会知道的东西，就是玛格丽。它看起来不像一个酒厂，它就是一个办公大楼这样子。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好帅哦！好帅。你看。 那我们先来到这个首尔的圣水洞，现在是很多年轻人来买衣服、逛街的地方。对，逛街的地方。哦，但是我们今天来不是要来逛街，算是韩国人一定会知道的东西，就是玛格丽。它看起来不像一个酒厂，它就是一个办公大楼这样子。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好帅哦！你看，讲不出话来了。来扫码又不一样了。 안녕하세요。 궁금한 게 어떠다가 이렇게 성수동에
이제 막걸리 공장을 세우게 됐는지. 저희가 전통주를 만들고 싶었는데 좀 서울을 대표하는 술을 만들고 싶었고, 근데 전통주를 취급을 하다 보니까 과거와 현재 미래가 좀 공존하는 지역이 어딜까를 좀 찾아보다가 성수동이 이제 예전에 공장지대였고 지금은 이제 패션 브랜드나 음식점들이 많이 생겨서 좀 핫플레이스가 됐는데 성수에서 술을 만들어서 좀 널리 알릴 수 있으면 어떨까 해서 성수에 자리 잡게 됐습니다. 所以他们的品牌这样多久？这个酿酒厂 저희가 지금 7년 차로 접어들게 됐고 7年哦，那真的算是蛮新的。蛮新的酒。对，我还蛮期待上去看一下这工厂的是什么样状况。提到韩国的传统酒，绝对少不了玛格丽酒。韩剧中常用黄铜碗干杯的画面是大家熟悉的印象。那到底这个玛格丽酒是如何酿造的呢？一切都从这里说起。口罩给它戴上，因为我们家第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来铲那个米。 지금 이거는 이제 막걸리를 만들기 위해서 쌀을 찐 거고 다 쪄진 쌀인데 이제 이거를 발효조로 옮기는 작업하기 직전입니다. 이거 어떻게 이거를 퍼서 저희가 여기 옮기거든요. 여기 지금 금 나누는 데서 이렇게 퍼서 옮기시면 돼요. 그냥 이렇게 퍼서 옮기는 거예요? 이쪽으로. 可以。哇，这好香哦！对啊，那米饭香。香。所以这就是做这个玛格丽的基本的原料。在开头。对，那一天要这样的动作要做几桶这种饭啊？ 매일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네, 지금 이거는 150kg인데 최대 300kg까지 찌고 있어요. 很热哎，很热吗？很热吗？因为它这个蒸汽会一直上来。你做了很多啊。开玩笑，我可是铲子超人呢。짧게 주시는 게 좋아요. 这个姿势又不对，你看它。美女不会做这个啦，今天美美的怎么会来这？哦。哎呀，美不过10秒。对啊，你看。啊，有画面10秒吗？对，今天早6点起来夹头发哎。玛格丽酒是韩国最古老的米酒之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是由蒸熟的米饭与水、酒曲发酵而成。早期是农民在农忙之余自酿的浓酒。 섞어주는 개념인데 위에서 아래로 이렇게 흔들어 주셔야죠. 위에서 아래로. 위로 두고 바닥에 닿는 느낌이 나면 위로 한번 올려주고 이게 이제 放到地上，然后 모양이 이렇게 直接拿起 생겼으니까 来。哇，很深哎，很深，它要 쌀이 많아서 500公升啊这边。这个很像划船一样，很多米里面，哦，这里很多。来，召唤召唤。没有，你才做一下下而已，不行。往外往外。有点像那个燕麦粥的感觉。因为其实这个步骤最主要就是要让它那个酵母可以让它均匀的混合，然后再让它呼吸。呼吸。因为其实酵母也是要呼吸的。哦。它到时候在发酵的时候，它产生的那个它的代谢的东西就是酒精。将冷却的米饭、酒曲和水混合，让酵母发酵米饭中的糖分，产生酒精、二氧化碳和乳酸，形成独特的乳白色泽。也因为天然发酵，所以富含维他命、乳酸菌，成为玛格丽酒独特的风味。这个没有过滤的酒，所以原汁原桶原味的。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哦，酒味出来了。酒味出来了。 이게 지금은 이제 섞어주기 전이라서 지금 아까 보셨던 거랑 다르게 위에가 좀 쌀이 이제 가득 차 있잖아요. 啊，因为还没有放过，所以上面都是米。对，所以我们要是原本的米。哦，那个味道很香哎，而且它味道是有层次的。它这个米香味，它有一个很像香蕉水的味道。香蕉水？你知道香蕉水是什么吗？就台湾很早期的那种冰吃冰会加的那个香蕉水。那你知道马格里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其实马格里就是马随便。 水啥？真的假的？随便，随便。过滤，过滤的。嗯，过滤。随便过滤的意思。随便过滤的酒。以前韩国泡马格里的人都是农夫哦，所以他们其实随便过滤然后喝的，所以那个马格里有2层。对。因为没有过滤的那么非常好。来，没有完全没有过滤的。哇，식혜。很少。我식혜랑 똑같아. 太少。너무 떴어요. 아 너무 좋다. 짠. 지금은 단맛이 좀 더 있으실 거예요. 술 맛보다는. 발효 중이라서. 很甜。因为还在发酵中，所以会甜味比较重。这个其实跟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小米酒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这现在几趴？ 지금 이거는 아마 지금 발효 중이라서 한 10% 정도 될 거고 다음 주쯤에 이제 거르게 되면 한 14도, 15도 정도 돼요. 哦，过滤之后呢，会变成13到15。因为其实它喝下去一开始是顺，到后来你的口腔会有点，会有点重击的感觉。
很甜很甜，我真的喜欢，我喜欢。这种还没有过滤前的酒称为原酒，也因为口感滑顺，带有米香与微气泡的口感。近年来，在韩国更出现巧克力酒的风潮，用年轻一代的新潮创意再次活化。 이거 지금 저희 시그니처 제품인 나루 생막걸리 6도 제품부터 한번 드셔보시면 좋을 것 같아요. 这个是已经6%的而已。对。哦。哎，它倒出来很漂亮，很清澈，很像牛奶啊。对，有点像牛奶，牛奶豆浆那类的。哇，这个跟刚刚我们喝的那个未过滤的是天壤之别，因为这个的话很滑顺，因为它只有6%，你喝不太出酒味。 哦，我觉得女生会喜欢，而且它真的没有那么甜，我觉得这个很赞。翻过来，它这个有大赏。我跟你说，就是一个酒厂，只要有得奖，基本上就是有受过认证。我觉得这个很棒，而且它就是看一下25、24、23、22、21、24，连续6年。哎，连续6，네, 이 제품은 이제 대한민국 주류대상에서 6년 연속으로 대상을 받은 这个很厉害 哦，啊！快啊，不能浪费，不能浪费。对，直接干掉。이거는 조금 아무래도 좀 드시기 편하고 음용성이 좋다 보니까 매운 음식을 추천드리고 있는데 한국에서는 떡볶이 같은 거 추천드리고 있어요. 哎，我觉得这很赞，就是你可以从这个不同的酒去搭配韩国的一些传统的美食，有点像活化吧。这也是玛格丽吗？ 이제 한국의 맑은 술이라고 보시면 될 것 같은데 한국에서 약주라고 표현을 하는데 이해하기 쉽게는 이제 사케, 청주 이렇게 이해해 주시면 될 것 같고 韩国是叫做药酒，药酒。然后其实是清酒啦。那个刚刚我们玛格丽那边，最上面的那个过滤，一直过滤的，一直过滤出来的，而且它有点带有绿色，这个黄绿色很漂亮。对，当然，没有什么特别味道，你光这样看有你在喝那种葡萄酒，白葡萄酒的感觉。 도수는 13도입니다. 13度。哎，可是不像13度的3度那种感觉，它很顺，酒味没有很重，没有很重。它跟一般的葡萄酒，我觉得差距最大的是，它进去没有那个苦味，淡淡的米香味，然后很容易入口。 韩国人常说，下雨天就是要吃煎饼配玛格丽酒最对味。据说是农耕社会因下雨天无法下田，大家便聚在一起做煎饼、喝酒，所以这个习惯就流传到了现在。我想，不管是经典的煎饼配传统的玛格丽酒，或是新一代搭配辣炒年糕，或是新奇的吃法，透过新实力更认识韩国。 哎，米蕾，我跟你说，这应该是我们这几天最开心的时刻。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马场洞这个地方啊，算是如果你喜欢吃牛肉的话，要吃韩牛就是来这里的。对，你平常没有什么大日子是不会吃韩牛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很期待，因为很像大日子一样，今天可以吃到。没错。但是大家可能会很好奇，我们在马场洞，为什么会跟牛有关系呢？其实是因为，在很久以前，大概在朝鲜时期啊，这边是养马的，因为我们现在首尔嘛，这边是一个王都圈，那他们就很需要马来当他们军用马啊，或者是他们做一些交通的移动。但到了后来1960年代，这边就开始变成一个畜牧市场，可以来买肉啊，可以买到牛肉最高等级的韩牛在这边，猪肉也可以。这样一个 set 19万是4000多块。可是韩国就是有一个大日子的时候会送这个，它其实包装很漂亮。对，所以这是一种礼盒。它的对 gift set， 老板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他说他里面有很多头牛，他有些私房的部位，很经典的部位要介绍给我们。 韩牛之所以珍贵，在于它是韩国原生牛种，政府对于血统的管理相当严格。不夸张的说，这里的每一块牛肉都有身份证，因为讲究慢养，所以油花漂亮而不油腻，是韩国人最骄傲的国宝牛肉。好，那你们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算是老板的工作区域。那我们今天要肢解的就是这头牛。我们等一下有2个任务，第一个要问老板说。 最高级的部分在哪里？最高级的，整只牛最高级、卖最贵的地方。好，第二个是老板的私房，你要包还是我包？你包。이거 몇 킬로예요? 이거는? 38kg。他说要这样子，然后把它提起来。你可以吗？ OK， 很重哎。可以。哇。 요것도? 와, 这个好油花很多。 이거는 肥的地方。丢掉。这是丢掉吗？丢了。
어디예요? 여기서 이 살치가 나오는 거예요. 여기서. 사채. 살치살. 살치살. 네. 근데 칼국이 要出来 나오는데. 了。哦，最精华部分，老板那边手起刀落好像很简单，对。但是这个蕴含了46年的功力，你知道吗？ 이게 살치. 이게 살치.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油花的风，我们来看侧面，你看这个。 没错，所谓的老饕牛排，指的就是肋眼盖，因为一口牛只能切出一点点，也是油花最棒的部位，所以懂吃的人一定会先抢这一块。不过最内行的老板还偷偷推荐我们近期爆红的隐藏版部位。老板他所谓的那个虾肉，他现在要切，只有这个部分就是虾肉，因为看起来是虾。这个剖面应该很壮观。哇，牛排！ 이렇게 새우살. 牛排啊，这个哇，可以直接烤吗？그 이 정도 얼마예요? 그 정도면 1kg 좀 나오겠네? 네, 한번 올려보면 안 되겠네? 直接量，直接量，直接这一块，问一下多少钱？对啊，直接问老板说这一块多少钱？这个大概 26만 7천 원. 等一下啊，蓉蓉，你有钱对不对？可以刷卡吗？可以。因为这个大概1.5公斤，然后它这次总共是26万7580块，26万的话大概是5000多块，6000多块。它应该是每100公克1万7。其实老板很阿莎力耶，我们请他切虾，他就真的拿一块这么大块10公斤的肉。哦，来喽。 이게 새우살. 他说这个就是虾肉啊，是这样切哦。很好奇是哪一边？有。 네, 이게 새우살이야. 他说这个是虾，就这一块。哦，有点像。 이게 새우살. 那一块可能买，这块可以，这块可以，有可能买。这块怎么卖？ 이거는 来看一下，它是小小的啊，让大家知道大概一个状况啦啊。这每100公克是3万5， 7만 9천. 这块只有228公克，所以是7万9，所以要2000多块。这一个人可以吃完哎。在这边买才2000多，才。哎，那在外面买嘞？我跟你说，如果今天你如果去宏大，对，或是其他区域吃的韩牛，至少要2倍以上。他说餐厅里面吃2万，24万。2倍以上。 3倍哎。 所以大家知道买完牛要来哪边？就是马场洞。等一下，老板现在他又兴起了，要再拿一块。他要再拿一块。还有特别的，是有。 이 근육 다리에서 4군데 나와. 하나, 둘, 셋, 넷. 돼지로 그다음에所以只有4个。 그 이거 추천하시는 이유가 뭐예요? 한번 드셔보시라고. 아, 他想要给你试试看，因为很好吃。 사시미로 먹으면 맛있어요. 아, 사시미. 真的也可以吃，这样切薄薄的。马上吃。 맛있어. 그냥 먹어. 好，飞机，马上赶快。飞机，好，给你吃。 맛있어. 很 Q 弹哎。好棒。虾肉也叫做虾形牛排，是菲力的前端靠近腰内的部位，因为几乎不会运动，所以超级嫩，而且没有筋。在烧肉店是被列为特上或是隐藏版的部位。倒是身为生食专家的韩国人，牛内脏生吃自然也是不在话下的。一个。它的那个여기. 여기 골, 여기서 여기 골. 아, 골. 네, 골. 지수해. 와. 이건 어떻게 먹는 거예요? 소금 찍어서 그냥 먹는 거. 그냥 생으로? 따서生吃. 콩도 되고. 这个生吃，这怎么感觉我们又来到了什么鸡臧市场的感觉？可是我听过非常好吃。哇，它现在切干。好，老板要拿出另外一个胃。对，就牛肚的概念，就是牛的胃嘛。对。 와 이렇게 잘게. 그래 맛있어. 야채도 这样小小的，碎的这样。碎的。对，来。 선생님 비행기. 맛있어요? 맛있어. 이건 엄청 밟아있어. 요즘 먹어 밟아. 好滑顺哦！我刚以为它是 Q 的，就没有。它很滑顺就下去了。좀 더 두부 먹어봐. 我这个有点cheese那种。哎，对，它有那些在吃 cheese。
是맛있지？够脆，完全没有那种内脏味，完全不会觉得很腥或很难以下口。有点那种鱼的生鱼片那种味道。来，其实我这好吃哦。 이거 근데 건강에 좋은 거죠? 네, 좋은 거예요. 눈에 좀. 很健康哦，对，眼睛好。哎，蘸嘴巴里面会有很特别的味道，但是又很难形容。满满的血味，对，就是血味，你看，味道很新鲜。生吃海鲜没有什么问题，牛内脏都能生吃，就真的很猛。加上一点麻油与胡椒盐，就能吃出最韩国的 style。至于习不习惯呢，就看个人喽。我最爱的当然还是韩牛烧烤，热情的老板更直接送上2组礼盒，让我们一饱口福。我的韩牛餐来了，韩牛自由，哇塞，跟我脸一样大。这个最珍贵的虾肉，我已经其实烤的差不多了。可以吃了吗？等一下，不要急。可以吃了吗？哇，好大！哦，맛있어요。这蛮冷。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和田它有些可能太油，你没办法吃太多，但这个是你可以一块接一块这样吃下去。我觉得真的跟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对，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扎实一点，这个大块的。哦，你看这个横切面。这个油脂好像没有很。对，这个咬起来可能会比较扎实一点。好，我们来比较一下2种它的差别，到底它珍贵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一样好吃。对，我刚刚在想说要讲出什么东西，但我发现就只能说都好吃哎。虾肉的部分它是比较油脂又多一点，但这个的话它更均匀，更均匀，可能50%，刚刚那个可能油脂可能到60%多一点点。那你比起来，松叶蟹跟韩牛，哇，你问对问题了，我现在完全没有在想松叶蟹，我没有在想，就只有韩牛。哇，这个有一只鸡，哇！你看这个油。好吃到翻桌了。如果说炭火上的韩牛是极致的美食，那么铁锅炖鸡呢，就是最接地气的庶民味道。但不管是高级的烧烤或是家常料理，韩国料理总是能带给旅人们满满的惊喜。这里是京畿岛的阳평，就是首尔人周末的时候来这边过一些山上生活、放空这样子，有点像阳明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韩国人说秋天就是变胖的期间，真的假的？对啊。你今天来寻找他的厨房，应该就是那边。对，因为我发现他那个有熊火焰一直冒出来。哇塞！哎，他这么滑这个，真的很帅。它那个火焰，然后你看那个锅子里面在滚，就知道等一下会有多好吃了。哇塞！哎，他这么滑这个，真的很帅。它那个火焰，然后你看那个锅子里面在滚，就知道等一下会有多好吃了。你有没有发现后面那坨山，那个火柴山，我觉得啊不是火柴，木材。很壮观哎，这很像火锅，对，它有点像火锅，而且有点像那种板豆，有没有？这一锅锅大火柴烧的料理称为铁锅炖鸡。对讲究食补的韩国人来说，秋季喜欢用鸡肉补身体，而这款用巨大的铁锅盖炖煮的方式，不只让鸡肉和酱汁充分的融合，越煮越入味，更是秋天暖身、补充元气的不错选择。来了！哦，直接一大锅，难怪它每一个桌子旁边间距都要那么大。还很烫哎，超烫，这已经超烫，好可怕！哦，要小心，对，真的要小心。我先把面拿出来好了。哇，超烫！还有年糕，哎，我觉得有鱼板就是来到韩国的感觉。对。咻！哇！你
直接怒加2份泡面，怎么样？很有感觉，很有气氛。鸡腿你看，哦，有鸡腿，哇，还有年糕，年糕看起来很 Q， 直接吃起来，因为碗超烫。这个面还不错，它有点辣，我喜欢，但它要吸收这个精华，整个汤汁的精华。年糕很好吃，这鸡蛋啊，好大啊！对啊，这个不错呢。这好像是韩国的土鸡，因为生鸡汤的那个鸡腿比较小嘛。对，就小一只，这个蛮大只的，它非常扎实，而且不柴，3到4人份可以吃。这样子其实是8万块韩元，对，所以不到2000块，好像吃火锅就差不多。对，但是这个视觉，然后还有整个你可以来这边赏枫，赞。一锅铁锅炖鸡从生火翻滚到喝下一口浓郁的汤，就像这趟韩国之旅。我跟米蕾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旅途中有风景，有笑声，也有特别的回忆。这一点一点的累积，都让旅行玩味出不一样的风味。这18天，你有没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牡蛎船。牡蛎船。牡蛎船，因为还是去同音。然后这是我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的故乡其实很久没去，10年了吧已经。因为就是来韩国的时候，我通常就见妈妈，然后见朋友，就去首尔或者是釜山逛街，这一枚这样而已。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到那些偏僻的地方，对，就是同音也是蛮远的嘛。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到那里，真的觉得，对，就是以前我那边跟爸爸玩，就是觉得蛮好接的。其实我这边坦白说，当我知道第2季要去韩国的时候，其实我就只有2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就这样子。为什么？我知道第2季要去韩国的时候，其实我就只有2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就这样子。为什么？反差太多。对，就是跟我自己的频道反差很大，但我觉得这个反差很大，反而会让我更有兴趣去了解这边的历史或它的一些你说文化脉络，对啊，所以像我在梁洞村那边，我就还蛮有感觉的。没错。对啊，你看住在沙湖堂会让我有名的地方，这是题外话。那我就觉得在那边真的住在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有文化的地方，然后又可以跟着当地的妈妈们做一些小吃，我还蛮enjoy这种世外桃源的地方，因为其实你像我们都生活在大城市、大都市，对。所以你说要真的找到一个地方，然后住个3天2夜，然后好好的放松，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学着说怎么样让步调慢下来。我觉得这样子节目真的很好，还不错吧？完全不是假的，超真的。从釜山到首尔，从陌生到熟悉，我们好像又重新认识了一次韩国。因为好奇，我们勇于接受任何挑战与尝试；因为深入，我们有机会分享最真实的在地交流，用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再次理解那些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国度。身为自由的旅行者，我们也将保持着这份信念，持续的前进。老话一句，下一站，我们会带着自由的灵魂和旅行者的信念，再次出发，遇见更广阔的世界。